10万年前，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徒弟一个个飞升上界，唯独我这个做师傅的始终感应不到飞升的契机，甚至天道还嘲笑我根基太浅，想要飞升就先在闭关10万年，导致我这10万年里，每天不是种地，就是钓鱼。好在10万年后，我的修为太过于强大，让这方世界已经无法承载我的力量，勉强让我飞升了。然而我刚到仙界就后悔了。就这？因为这跟想象中的仙界完全不一样。难道还没飞升成功？什么？我的灵力呢？完蛋了！修为留在下界没带上来，难道又要我这活了10万年的小伙子重新修炼？徒弟啊，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还不来接我呀？后生，你从哪儿来的？咋从天上掉下来了？我是从下界飞升而来。这句话在舌尖滚了2圈，又被我咽了回去，一身修为都没了。说这话谁信？是不是被妖鸟叼走又扔了？这种事儿在咱洛凡镇时有发生。上个月老赵家的猪就是这么没的。洛凡镇这个名字我从没听过。飞升前我做过功课，5域9天36府，没有哪个犄角旮旯叫这个名字。我该不会飞升失败了吧？还是被通道甩偏了，掉到了仙界边缘？不管哪种，都够呛。人呢？师傅呢？我那么大个师傅呢？师傅不在圣仙台。那他在哪儿？洛凡镇。琼楼玉宇，仙雾缭绕，跟想象的差了10万8千里。后生，你叫啥？林渊。老汉叫王富贵，在洛凡镇种了大半辈子灵田，咱这地方归东荒管，算是仙界最边上了。再往东走3000里就是荒域，那边连灵气都没有。东荒5域之末，整个仙界公认等的贫瘠之地。洛凡镇在东荒最边缘，边缘中的边缘。照照，看看脸上伤着没？这张脸10万年前刚入刀门时就是这副样子，修到后来境界越高，面容越沉稳，现在修为归零，连外貌都退回了原点。10万年修炼，归来仍是少年，听着挺浪漫，代价是一身本事全没了，蹲在仙界最穷的犄角旮旯洗泥巴。仙界修炼跟下不一样，到了仙界得从头来，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合体大成。咱镇上最厉害的周老头修了800年才金丹，金丹在仙界算啥？出了东荒，人家连正眼都不瞧你。灵力全无，连炼气1层都不如，放在下界好歹是一方之主，放在洛凡镇还不如王叔那头兽驴。你知道咱仙界最了不起的几位大人物不？天剑宗苏青衣苏宗主，一把剑横扫5域无敌手，飞升才3万年就坐上了天剑宗的位子。还有万法学宫的陆无涯陆院长，800岁的老头了，拄个拐杖，别人都不敢小看。仙界阵法灵门的半壁江山都是他撑起来的。那孩子从小腿脚不好，别人练剑他就蹲在角落画符。收他当弟子时，整个门派都觉得我在浪费名额。丹道圣母楚瑶大人，他炼的丹药能起死回生，当年妖界大战，光他一个人就救了几万人的命。还有一个妖皇大皇，别看这名字土，那可是万妖之主。听说他原来就是下界一条看门的土狗，跟着主人修炼，机缘到了就飞升化形，万年间横扫妖界，连妖族老祖宗都服他。院子里捡的小黄狗，随手喂了几块灵兽肉。万妖之主的起点是我家门口的狗窝。你知道最邪门的是啥不？这些大人物，苏宗主、陆院长、楚瑶大人还有妖皇，据说全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。那师傅还在下界呢，几万年了没飞升，整个仙界都等着他来，升仙台年年备着，你说离不离谱？离谱！徒弟们在5域9天翻云覆雨，师傅连炼气期的小修士都打不过，站起来告诉王叔我就是那个师傅，就这副从泥坑里爬出来的模样，他怕不是要拿扁杖抽我？先活下去，找到重新修炼的法子，
然后再去找他们。没人住，你先将就。灵田那边缺人手，明天来帮我干活，管饭。谢了。修为没了，但10万年悟出的东西刻在神魂深处，抹不掉。但洛凡镇灵气稀薄，对别人是劣势，对我不是。灵气越稀薄越纯净。看见了。开门，快点儿！赵少爷又来了，这个月的灵石刚交过，怎么又收？就这点破烂，打发叫花子呢？赵少爷，老憨攒了半年了，灵田收成不好，收成不好关我什么事？你谁啊？哼，哪儿来的野小子？哼，难受，确实难受，但也仅此而已。10万年里面面对过天劫、道心魔考，大成期以上的全力镇压，主机器的气压排不进前1万名。笑什么？凭什么笑？破绽至少7个，挑最省力的那个。一个凡人，徒手躲开了主机修士的攻击。赵贺，谁让你对平民动手的？沈师姐，我收灵石就收灵石，动什么手？想让门中追究你失德之过？这个人没有灵力，没有妖气，但我的金丹刚才自己转了一下，这种反应只有在遇到高阶存在才会出现。一个凡人。这段极其独特的灵纹刻法。师傅，你看，我画出来了。不会认错，陆无涯7岁画出的第1道灵纹，后来改良了上千次，成了他的成名之作。但起笔藏锋、收笔回弯的习惯从未变过，那是我2弟子刻在骨子里的笔记。东荒偏远小门派的弟子，腰间怎么会挂着陆无涯的灵纹玉佩？起笔藏锋，收笔回温，第3折偏出半分，再硬拽回来。第3折又偏了，说了多少遍？师尊，我手顺了改不过来嘛。300年了还手顺，全天下能画出这种灵纹的人只有1个。可陆无涯在仙界，一个东荒末等门派的金丹修士，怎么会有他的东西？第一，陆无涯的东西流落下界，不可能，他是万霸学宫院长，东西不会随便出现在凡间。第二，有人仿造，更不可能，他那个偏半分的毛病，仿造者得跟他相处几百年才摸得清。第三，这个女人本身就跟陆无涯有关，不管哪一种都得查，要查就得靠近云霄派，要靠近云霄派得先有修为。后生，你刚才怎么躲开那一掌的？你真是凡人！运气好。灵气由天地元气衍生，顺着法则脉络在万物间流转，这条规则放在哪个世界都一样，经脉千疮百孔。飞升法则剥离修为时，不是取走，是连根拔。50年，10万年都熬过来了，50年不是不能等，但那块玉佩不等人。云霄派是个末等门派，弟子流动性大，线索一断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等不了，得找捷径。没有灵力，看不到灵气流向，但法则的变动不需要灵力去感知。天然的聚灵阵雏形，3脉归窝，自成循环，只要在关键节点上做引导，就能把方圆100里的灵气聚到一个点上。问题是材料，布阵要灵石做节点，灵玉做引导媒介，并可工具做纹路载体，这3样一样都没有。后生啊，灵石在咱这地方比命还金贵，我攒了大半年，攒了20块，上个月被云霄派一趟就收走了15块。附近有没有灵矿？有倒是有，镇北有个废矿，早些年产过灵矿石，后来被挖空了，镇上的人偶尔去翻翻，运气好能捡着几颗碎渣。多远？半个时辰。
这后生到底什么来路？挖得很彻底，连暴力边角料都没放过。右侧岩壁下方约2尺，2层致密花岗岩中间法则波动异常，微弱但稳定。灵矿残脉被2层花岗岩夹住，普通工具凿不穿，灵力感知也未必能穿透，所以一直没被发现。岩壁结构最脆弱的3个点。品质不错，搁在仙界不值一提，但在下界够一个小木棒吃半年。灵晶纯度不够，石英石的导灵性接近于0，每一个节点的位置都要反复调整才能勉强达标。换成任何一个阵师来看，用这种东西布阵，还不如拿去砌墙。但阵法的本质从来不是材料，不是灵文，是对天地法则的借用和引导。材料只是媒介，决定阵法上限的是布阵者对法则的理解深度。同样一块破石头，普通阵师只能发挥1%的导灵性，我能做到90%。什么情况？灵气怎么突然浓了这么多？方向是震东，谁在那边布了聚灵阵？开什么玩笑！洛凡镇这地方，谁有本事布这种级别的阵？后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50年的进度被压缩到3个月左右，可以接受。经脉修复了约1成，离炼气期还有距离，但至少不只是一具凡人躯壳了。步伐断了节奏，他看懂了阵法的构造，而且认出了什么。这个阵法是你布的？嗯。你一个凡人，哪来的阵法知识？自学。你跟万发学宫什么关系？你那块玉佩从哪儿来的？我先问他。走不了，阵法的秘密粘在他脑子里了。各退一步，你先回答我关于阵法的问题，我再告诉你玉佩的来历。反过来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比我更着急。果然，8年没人能解读这块玉佩上的灵纹，他需要我。这是我母亲的遗物，她生前说过，这块玉佩来自一位恩人，年轻时在绝境中被人所救，那位恩人刻了这块护身符送他，但他始终没说过那位恩人叫什么名字。运笔果断，但收尾处偶尔犹豫。3层剑套的法则引导，核心逻辑没有问题，外层防护纹路稍显保守，天赋极高，经验不足，典型的年轻阵师手法。外层太保守，你有100分的才华，做出80分的东西，剩下20分卡在心态上。我下次改。灵纹的偏转幅度很小，克制时周围灵气浓度高于下界，但远没到万8学员所在区域的水平。是在东荒陆无涯飞升仙界之后，最先来的地方竟然是东荒，不是装饰。按照陆无涯的加密方式来解读，这是一段信息。你看灵纹的方式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落难的阵师。你不可能只是阵师。云霄派的阵法长老看这块玉佩看了3天，什么都没看出来。你翻了个面就摸到了第3层剑套。灵纹里藏了一段加密信息，我能解，但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告诉我云霄派的情况，以及东荒这片区域的详细信息。作为交换，我帮你把灵纹里的秘密读出来。好，云霄派创派祖师原本是万牌学宫的外门弟子，范门归被逐出后流落东荒，在此建派，传到现在已经是第4代掌门。万牌学宫的外门弟子，外门接触不到核心传承，但多少学过一些皮毛。一个被逐出的弟子跑到东荒剑宗立派，本身不算稀奇。云霄派目前什么状况？最近1年，宗门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掌门闭关了大半年，几位长老行事风格大变。你昨天看到的疯狂搜刮东荒各镇的灵石和资源，半年前掌门突然出关，召集核心弟子宣布了一件事，他找到了一处远古遗迹，遗迹里可能藏有万法学宫失施的一部功法残卷。为了这部残卷，掌门不惜一切代价筹备开启遗迹。万法学宫的功法全部脱胎于陆无言的创造，根基在我几千年的教导。如果遗迹里真有残卷，
就可能有更多关于陆无涯在东荒活动的记录。遗迹在哪儿？具体位置只有掌门和几位核心长老知道，我只是外围弟子，接触不到。不对，赵公子，老头子们都是些没用的废物，去了也是添乱。云霄派征调令：洛凡镇所有具备修为者，3日内前往北矿山报道开采进晶石，用于开启遗迹。不服从者驱逐出镇。诸位也别觉得委屈，洛凡镇是东荒最后一个有灵脉残余的镇子了。出了这儿，外头全是荒域，4阶以上的妖兽遍地跑。你们这点修为出去，活不过3天。赵师弟，这些人大半都是炼气期的散修，去矿山能做什么？净绿石的矿脉至少需要筑基期以上的修为才能开采。沈师姐，你在门中又没有靠山，管这闲事做什么？要不是你炼丹天赋还有点用，师傅们早就把你打发了。底层逻辑不对，核心架构分明脱胎于陆无言早期设计的3元归一体系，但被人粗暴的篡改过。原本精巧的法则引导被削去了1/3，硬塞进了一种陌生的、充满侵略性的纹路。谁干的？为什么？你们需要人手，我去，条件是镇上其他人不用去。就你一个凡人，你去矿山能干什么？给人扫地？别上去！我是镇师，你们云霄派要开启遗迹，总需要一个懂阵法的人吧？你说你是阵师？你袖口第7道纹接线方向反了。带上。陈长老，他一个凡，让你带上。元婴灵压下，一个凡人占了3席。一个凡人也敢称阵师？你连灵力都没有，怎么布阵？来搞笑的？10万年前，一眼就能看穿整座阵法的底层构斗，现在只能靠最原始的方式，触碰纹路走向，推演节点逻辑，在脑子里重建完整的阵法画形。他在摸石头呢，像失去了所有器械的外科大夫，只剩一双手，但这双手的主人亲手创造了整个修仙界的阵法体系。这3个位置，第1处、第2处、第3处都是后人篡改过的。原始阵法的逻辑走的不是这条线。你们之所以破不了第3层，是因为前2层被包破解的时候，灵纹结构发生了迁移，第3层的解法跟着变了。不调整前2层，这道封印永远打不开。胡说！全对，你知道的。你从哪里学的阵法？在下是东荒散修的后代，祖上留了一些阵法笔记，自学的。渡劫期，在我执掌9天域的那些年里，渡劫期的修士给我看门都嫌修为不够。3天破了第3层封印，重赏；破不了，跟外面那些散修一起搬石头。矿山深处的灵气浓度是洛凡镇的4、5倍，经脉里的灵力在浸润下开始舒展，经脉修复的速度又快了1截。左移半寸，过了，回来一点，停。是这里？这个节点注3成灵力，匀速，别断。下一组第7节点，灵力减半，慢慢来。这阵场里的灵纹波动不是普通的封印反馈，阵法深处里的灵纹固架比预想的精妙得多。
层层链条的逻辑链条中藏着一种隐蔽的信息编码方式。我在下界教过陆无涯一种特殊手法，将传承信息隐藏在阵法封印的底层逻辑中。外人破阵只能获得通道，唯有理解底层编码的人才能读取真正的传承。这不是封印阵法，这是传承阵法。陆无涯，林兄弟，之前在洛凡镇的事儿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这瓶灵液品阶虽然不高，但对凡人调养身上。什么事？给你透个底儿。掌门说遗迹里的东西他要70%，剩下3成归参与者，但实际上他打算独吞。所以你来找一个凡人当棋子。我跟几个师兄弟商量好了，你帮我们在阵法里暗中留一手，事成之后分你一份，怎么样？可以。等等，那不是修炼留下的痕迹，是被什么东西侵蚀过的标记。一个筑基期的弟子，身上带种层级的侵蚀印记，要么他在修炼邪功，要么有更高层的存在在他身上动了手脚。这个云霄派比我判断的更复杂。陆无涯的阵法签名，注入。这些灵文的排列方式，笔触走上，节点间距，不是模仿，不是夜间，是骨子里刻出来的习惯。陆无央的手笔，而且是巅峰时期的作品。破阵的活干完了，工具人的利用价值暂时归零。灵文之间的逻辑链条环环相扣，精密到连我这个做师傅的都要多看2眼。这小子长进不小，表面是装饰纹路，底层暗藏信息编码。此地为吾早年悟道之所，留一卷心得于此，有缘者得之。无涯。重写，扔回去不下30次，每次都重写了，字从来没改过，不是不想改，是改不了。那种骨子里的潦草早融进了灵文习惯，几万年了，字还是这么丑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在仙界是孤身一人，灵力全失，根基尽毁，连他在不在都不确定。但他不仅活着，还预判了我飞升后可能落在东荒。这小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？留这段话的时候抱着多大的希望，又做了多少手准备？东荒落日城，于一。果然是万法学宫的核心功法，天与不取，反受其教。这是我云霄宗崛起的。掌门，陆无涯，此乃无涯早年心得，非万暗学宫弟子不可取。若非有缘者，请离去。无涯在此谢过。面子上客客气气，骨子里的意思别碰我东西。这小子打小就这样。一个破阵法也想拦我？掌门，长老，防盗机制3层嵌套，反震力上限，能扛住大乘期全力一击。他那点渡劫期修为，拿头撞都撞不开。解锁条件需要陆无涯教过的一种特殊灵文解法，脱胎于万发学宫正统功法，只有师出学宫的人才会，但不能动。一个没连力的凡人当场用出万发学宫的手法，等于自爆江门。陆无涯留给他的，陆无涯留的后手，玉佩就是钥匙。这不是陆无烟会的任何一种灵文，这是我教给他所有灵文之前的东西。没有看起到穿透一个阵法的所有表层防御，竟然直接上法柳心，元代麦吉的操控指令。渡劫期的掌门
被一座阵法轰出了矿山。刚才阵法为什么只打掌门一个人？他的手……护体灵力碎裂的声音是脆的，只破了法，没伤到根基，最多半盏茶，他就会回来。封山，所有人不许动！玉简在谁手里？陆前辈留给有缘人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你？沈失职，你在我云霄派的地盘上，用我云霄派的矿山里的阵法，拿走了本应属于我云霄派的遗宝。你觉得你走得出这座山吗？哼！刚才那阵法不是自己抱走的，有人动了手脚。经脉堵塞80%，灵力近乎于零，对他来说，扫我和扫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。钱长老，矿山的阵法你掌管了半年，给我一个解释。掌门，弟子需要时间排查。排查？你有半个时辰。元婴长老带队，金丹弟子分4组，搜遍每一条通道，目标沈佑威以及所有可能接触过阵法核心的人。3修全部就地看押，一个都不许走。我肚子疼，矿洞哪边能方便？是。人跑了，往右边。你现在是所有人的靶子，玉简在你手里一刻，你一刻不安全。我没让你交出去，先把里面的内容记下来。玉简可以当筹码，但脑子里的东西没人抢得走。这个凡人说话做事的逻辑太清楚了，不是散族后代该有的清楚。有缘人亲戚，若你品行不佳，这段文字你根本看不到。你能读到此处，说明你值得无涯信任。无涯此生修行一途，受恩于一人，此人名讳林渊。若有朝一日你得见此人，请转告他2句话。第1句，弟子们一直在等他；第2句，御医师叔还在落日城。林渊，不可能！陆无涯口中的林渊是一位老人，他凭什么能操控陆无涯留下的阵法？凭什么能躲过渡劫期的临时搜查？凭什么比经营了半年的云霄翠还熟悉这座矿山？记完了，大概70%。够了，走。前面应该是南区的支道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！哪边是墙，哪边是路啊！这是从南边飞到北边了。前面就是，没有任何物理障碍预警。这灵文的编排方式完全不在我学过的任何体系里，底层逻辑就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。我在哪儿？掌门，南区阵法全激活了，根本过不去。一个凡人，他一个凡人怎么做到的？云霄派在这里采了半年矿，他们没注意过这里的气流，缝隙后面有风，有风就有出口。你第1天就发现了？谢谢你。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？
落日城。落日城，东荒出了个有意思的凡人阵师，正往落日城方向走，帮我盯着。陆院长的功法，你帮我从矿山出来，这东西你看一看，天经地义。这是拿着练吧，基础功法够你用的。3000年前我随手编的入门心法，专门给倒转、拆解成资质平庸的弟子打底子的。他改了，不是小改，是脱胎换骨。我教的地基上，陆胡牙盖了一座我自己都盖不出来的楼。用徒弟创的功法修炼，你设计这套功法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是谁？我需要时间修炼，帮我护法。好。每一个转折，每一次汇聚，都落在我对天地法则理解最深的节点上，没有激起任何绕行。10万年的道之领悟，在这一刻全成了捣鬼。炼气1层，可在10万年前够弹死一只蚂蚁，可在仙界，连最外围的弟子都不如。但不是凡人了。你用了3天。正常人修到炼气1度，最快也要3个月。终于有点仙界的样子了。孙伯明不是善茬，通讯御简一用，消息比我们的腿快10倍。落日城未必安全。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于一的人？没听过。于一，住在落日城。这名字挺普通的，但确实没这号人。万事阁或许能查到东荒最大的情报交易所，只要出得起灵石。多少？查一个人至少500下品灵石起步。哼，炼气1层开阵法坛，脑子怕不是坏了。小子，这东西3个阵师都修不好，你要是能修，100灵石；修不好，把你这破摊子收了，别丢人现眼。你三息100灵石。你要突然保一把3成，效率提升了多少？4成。这个人从矿山开始就不正常，一个不正常的人做不正常的事，反而合理。深，太深了，灵石探过去，跟往无底洞里扔石子一样，听不见回响。地仙，至少地仙级别。落日城主才渡劫后期，这个人比城主至少高2个大境界。这种人待在东荒，你在找于一？是，于一是我的救命，已经很多年没用了。是陆院长让你来找我的，还是你是被他在遗迹里的流言引来的？跟我走，这里马上不安全了。比我预料的更快，安红灵纹的人找上来了。合体期不止1个。陆院长到底给了你什么东西，让这群疯子倾巢而出？跳！别出声，跟紧。他们在砸仿式的地基，没用的。这条通道跟落日城地脉完全错开，从上面探测不到。万法学宫早期的封禁手法是于一刻的，但衔接节点有3处冗余，不是水平问题，是时间太久，阵纹自然衰退了。这地方住过人。
不是恐惧，是克制。他在拼命压住什么东西。地仙级别的修士在情绪失控边缘。你到底是谁？之前你拿着万法学宫的令牌，是陆院长让你来的？他是陆无涯的师傅。从矿山那个遗迹开始，我就在猜，陆无涯留的传承指引，你走到哪一步都不用犹豫，不是因为他天赋高，是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是他教的。再加上他到处找一个叫于一的人，现在于一出现了，管陆胡杨叫陆院长。他要是陆胡杨的师傅，所有事就全说得通了。师祖，于一，万学宫第一代弟子，学宫序号003。院长嘱咐了7万年的事，我差一点就没能做到。7万年，对我来说只是一场漫长的沉睡，但对无涯来说是7万年。起来说，院长飞升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建学宫，不是收弟子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推算您飞升后可能的落点。他说您被天道强制闭关的情况太特殊，飞升时大概率会脱离升仙台的引导轨道，落入偏远地线。他算了72种可能性，东荒排在第3，不是概率最高的，但最危险，灵气稀薄。如果您以低修为落在这里，没有接应，所以他在东荒各地埋下了遗迹，矿山、坊市，也许还有更多我没发现的地方。他在东荒留了17个据点，每一个都藏了传承线索和接应阵法，唯一个排在第3的可能性。无涯现在在哪儿？学宫是在中央天庭，院长7万年来把它经营成了仙界学术的最高地牢，但3年前出事了。一个自称归墟的组织3年间渗透了万法学宫的外门，策反了一批弟子，甚至对院长本人发动过刺杀。学宫被迫收缩防线，关闭了大半山门。不止学宫，据我所知，天剑宗、炼丹阁、北域星辰殿全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渗透。天剑宗沈星河，炼丹阁药鼎婆婆，北域北弥子，星辰殿苏叶兰，加上无涯的万博学宫，5个弟子同时被牵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知道我要飞升？我怀疑归墟的真正目的不是什么核心功法，他们是在提前切断您所有弟子的接应能力。一个在下界闭关10万年的人，修为打回原底，连自己落在哪儿都不确定，这种人值得一个覆盖仙界的组织提前3年布局，除非他们知道一些我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情。归墟的幕后人，你查到了吗？没查到，但有一件事，院长跟我提过一次，只提过一次。他说，归墟的核心功法理念，有些地方很像您教他的东西，但被扭曲了，同源不同流。我教过6个弟子，5个都有了下落。第6个关门弟子顾长安，飞升后在仙界彻底失踪，连沈星河用星辰推索都找不到踪迹。如果归墟的功法同源不同流，那个源只可能是我，那个流。于一，陆无涯的老弟子。归墟让我带你回去，你身上有万霸学宫的核心传承印记，我们需要。就凭你？你以为就我一个人来的？交出传承印记，我可以不杀那2个废物。4对1还能这么配合，站位严密，进退有序，不是临时拼凑的。灵纹在吸收冲击，越打他们恢复越快。不是地疗水，从裂缝走向判断，水源在头顶30丈左右，暗河。灵纹结构，火属性媒介占70%以上，底层循环走的是血液导引。
这套灵纹是我设计的，核心媒介是火属性灵石粉末与暗红裂体的混合物，对水属性灵气天然排斥。循环节点会因为属性冲突产生紊乱，轻则失控，重则反噬。归墟的人拿了我的设计，改了外层，加了增幅模块，但底层逻辑没变。底层逻辑永远是最难改的东西。这座地下通道173个节点，9个核心支撑点，主心骨的山气迸发，其中3个在这间密室正下方，石英流层隔开了暗河，击碎3个关键支撑点，水就会灌下来。羽翼，听着。密室正上方30丈处有暗河，水量极大，我需要你把他们全部逼到密室中央。你确定？8成把握。另外2成呢？那就被水淹死。好。头顶偏左3尺的位置，你看到那条裂缝没有？看到了。7成力，打那个点。再上2尺，偏右1寸，全力。最后一个，正上方，你头顶2丈处，5成力就够，别打过了。你很有意思。暗红灵纹怕水，你不能走了。灵脉有3条裂痕，短时间内没法痊愈。万法城、中域、万学学宫在凡间的外围据点，你要找师傅，那里是最快的路。地图上标了从东荒到中域的路线，师傅当年留的所有据点都在上面。归墟的人不会善罢甘休，路上小心。炼气2层，10万年的积累正在苏醒，每一次实战，每一次判断，都在唤醒沉睡的根基。这是长安的字，写字不是练剑，腕里收着点儿。师傅，改不了了，手上记忆比脑子快。若你看到此信，说明我已不在人间。阅读禁制，炼气2层的灵力触发不了，他设了门槛。前辈，你脸色不太好。走吧。他身上的灵压变了，炼气3层，昨天还是2层，4层，炼气4层，4天升了2级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修炼靠的不只是灵气积累，更重要的是对道的理解。底层逻辑通了，灵气运转效率会成倍提升。底层逻辑？我看过一些书。看书能看到炼气4层，那我这20年修炼是在干什么？看戏。他每次突破都是在动脑子的时候，这种修炼方式我闻所未闻。我跟你说，绝对是真的！天剑宗苏宗主亲自发的寻人令。上课你听过没有？一柄仙剑，天剑宗的仙剑都没有，正常排队要排多少年，你知道吗？最狠的是丹道圣母，亲手炼的仙丹，市面上有价无市。北域铁骑的庇护也不差。江九天那个人护短出名，你们都忽略了妖皇的承诺。妖族说1不2，他答应的事，天塌了都给你办。5个弟子联合发布寻人令，赏格高到离谱。他们在升仙台没等到我，所以发动了全仙界搜索。声势这么大，说明他们很确定的我已经飞升，只是不知道落在了哪里。好消息，他们都还在，都还有能力做这种事。我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坏消息，全仙界都在找我。那个林渊到底什么来头？让这几位大人物亲自找。有人说是他们的长辈，也有人说是上古大能转世。反正能让苏宗主和万霸学院院长同时低头的人，肯定不简单。长什么样？有画像吗？这就是最坑的，没有画像，描述就一句话：外貌可能很年轻，修为应该极高。你上哪儿找去？极高是多高？仙君？大罗？哼，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助教金丹的小虾米。谁要是找到这个林渊，一步登天了。可惜没人知道他在哪儿。说不定还没飞升成功，死在虚空通道里了呢。你是不是该？不该。
可他们是你的。暴露身份是最蠢的选择。归墟在找我，赏金猎人在找我，我炼气4层连自保都勉强。曝光了，不管谁先到，我都会被架在火上。低调走，悄悄走，活着走到万法城。各位道友打扰了，在下秦远巡仙使的领队，我们是专门帮各方势力搜集灵渊线索的使赏队。最近听说东荒出了件有意思的事儿，一个凡人阵师破了几个不得了的局，想跟各位打听打听。职业化的寻人团队，上钩太高，必然催生这种组织。但他们追踪到这里，说明我在东荒留下的痕迹比预想的更明显。最近见过陌生的阵法师吗？独行修士，修为如何？炼气期。不是，下一位。修为太低也有好处，没人会把炼气4层的小修士跟让5位仙界大佬发寻人令的人联系在一起。认知偏差是最好的伪装。秦队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云霄派外门的沈佑飞。沈佑飞，云霄派东荒凡人阵师的同伴。沈姑娘，你身边那位阵师朋友呢？各位，在下是一名阵法师，刚才进门时无意间注意到这家客栈的防护阵底层第3环的灵气循环出了问题，火属性灵气和水属性灵气的交汇节点失衡。按照目前的衰减速度，大约2刻钟内会引发灵气反噬，波及方圆100丈。建议所有人立刻撤离。快走，别急！那个阵法真的要反噬？客栈的防护阵是最基础的4象阵，结构简单，运行稳定，300年都不会出事。所以你骗他们？3弟子，楚瑶。师傅，这个丹方第3步哪里不对啊？自己想。我想了3天了，师傅你就给个提示嘛。当年那个整天追在我身后问丹方的小姑娘，现在被叫丹道圣母了。阵纹的结构是顾长安的笔记，但阵法的底层逻辑是楚瑶的手法。2个弟子的痕迹叠在了同一个点印上。走。筑基以下的修士没有神识扫描能力，不发出声响，溪谷的地形足以遮蔽行踪。那上面，你确定那地方连猴子都不一定爬得上去？如果不是地图标注了精确位置，看100遍也只会当做普通的岩石裂隙。阵法还在运转，但灵力已经衰减到极限，再过几十年就要自行消散。每一道灵纹的走向，每一个节点的排列方式，全是我教出来的体系，却不我上层来是剑。有人精心保养过这些东西，保养了很长时间。楚瑶的字，当年刚入门的时候，他写字跟画符一样歪歪扭扭，被我罚抄了300遍灵药总纲，才练出这手字。收笔的倔劲儿，说过好几次都改不掉。6万年前，飞升仙界第1日，这里的灵草种类比下界丰富100倍。我要尽快掌握仙界丹道，等师父飞升时，为他炼制一炉最好的仙丹。仙界丹方与下界差异极大，今日炼废了17炉，没关系。当年学9转凝灵丹的时候，废了43炉，师父也没骂我。东荒的药王谷收了我做客卿，他们的镇谷丹方有3处可以优化，我没说，先学完他们的东西再提。师父教过的，先吃饱饭再掀桌子。先吃饱饭再掀桌子。哼，师父你总说这种话。这丫头记了6万年，今日又精进了一些，希望师父来时不会嫌弃我炼的丹太差。又研制出一种新丹方，加上之前的，已经能应对师父飞升后大部分可能遇到的情况了。还不够，继续。今天有人叫我丹道圣母，好难听的称号。但弟子如今在仙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吧？师父来了，应该会高兴。师父，弟子要去更大的世界了，这间洞府弟子会保留，留下阵法和丹方。万一您先来了东荒，这些丹方对您会有用。弟子在中域等您，楚瑶叩首。
这批丹方有一个共同的设计前提，他全想到了。此丹专为根骨极佳但灵力受损者设计，师傅若用，效果应当最好。6万年，你到底在丹道上走了多远？问题是，我现在炼气期的灵力根本操控不了炼丹火候，最低门槛也要筑基期。我来，我是金丹期，这个丹方的炼制思路我从来没见过，灵力注入节奏完全是反常规的。第3步的灵力反灌不是反常规，是高阶丹道的标准操作，下界丹师接触不到这个层面。你指导我操作能不能成？材料呢？之前在镇上采买的，3位对得上，剩下2位品质差了点，胶型能用。够炼3炉。先预热炉壁，灵力输出控制在30%。侯耀，反灌，现在！第2炉反灌。量偏高了。第3步结束后等一息再注入，量减2成。我控制灵力的精度没那么高。你可以反灌。品肤差了点儿。药力不是从外部冲击经脉，是渗入经脉壁内部，从内侧修复裂痕。这种设计思路，我在下界从没见过。6万年，楚瑶，你在丹道上到底走了多远？法则的转化不需要感悟和积累，理解早早在那里了，缺的只是载体。炼气4层到筑基，一夜之间连破数级，那不是筑基期该有的东西，那种对法则的掌控深的没有底。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真相？等我有能力保护知道真相的人的时候。那个方向是万法城。万法城方向至少2处法阵同时被击穿，才会出现这种规模的灵能外泄。万法城，陆无涯在中域外围最大的据点，驻扎着他的精锐，负责整个中域南部的监控。归墟的手已经伸到那里了。你要赶过去？先赶路。你筑基1层，10万年的修行记忆不会因为肉身重返低境而消失，手法还在，缺的只是面板数字。走，终于出大事了。我师兄在万法城附近做生意，昨夜传讯说看见好几百道遁光同时升空。归墟的人，谁知道消息封锁了，船运服过了边界就被干扰，什么都收不到。情报太碎，拼不出完整的画面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终于出事了，规模不小。人的适应能力是有上限的，当离谱超过这个上限，大脑会自动放弃分析，选择接受现实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什么？你这个修炼速度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不是因为真的没问题，是因为问了也不会有答案。金丹的契机来了，普通修士从筑基到金丹，少则数年，多则数十年，反复感悟，打磨根基，寻找天时地利。但我不是普通修士，10万年的道之感悟压在灵魂深处，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。我要结丹。这个山谷灵气浓度够，西侧有个天然石洞，我在外面布个隐匿阵。不用太复杂，2个时辰就够。2个时辰结金丹，行，你说什么都对。凝丹的过程，其他修士是摸索，我是复刻。灵气运转路径，10万年前我亲手走过一遍。丹胚成型节奏，先收后放，先柔后刚，内壁压实3次，再引天地灵气共鸣法则的共鸣频率。这一步普通修士全凭运气，能感应到就是天才，感应不到就一辈子卡在筑基。但对我来说，法则就摆在那里，清清楚楚，每一条纹路我都认得。唯一需要小心的是肉身承受力，这具只修炼了10几天的身体，扛不住太猛的能量冲击。结丹了。那颗金丹泄露出来的气息，纯到不正常。我修炼了20年凝积的金丹，在青云宗同辈中算上乘，跟他这颗一比，差
差距不是一星半点。这个纯度和密度已经接近古籍中记载的上品金丹。上品金丹，万中无一，这合理吗？这个威力，元婴初期，不，比元婴初期还干脆利落。元婴初期的修士打碎岩掌，做不到这种精准的力量控制。这不是力量的问题，是对术法本质的理解已经深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。江寺弟子江北辰，北域之主。弟子在一日，北域不乱一日。10万年了，他不仅守住了北域，势力还扩张到了中域边境。不过他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东荒入口？封路了，江北辰的铁骑把所有通道都堵了，只许进不许出，入境还要盘查。说是归墟的人在东荒搜什么目标？什么目标啊？谁知道？上面的事情咱们哪敢打听？江北辰封路是为了保护我，归墟搜索的目标十有八九就是我转世尘主的消息不知道怎么泄露的。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封路，最简单粗暴的方式，切断一切通道。这作风一点没变，但问题是，四弟子为了保护我封了路，结果把我本人挡在了外面。排队吧。没别的选择，金丹期硬闯这一票人，等于送死。金丹期，你这个金丹，灵力纯度太高了。正常修炼到金丹不就是这样吗？我见过几千个金丹修士，你这颗丹的品质比大部分元婴修士的残丹都纯。要么你是100年一遇的天才，要么你用了什么禁术。元婴后期跑不掉打不过，只能糊弄，怎么开口？万法城，万法城被围了！归墟大军进攻万法城，守军撑不住了！说清楚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3天前，归墟集结至少8支战队，从4个方向同时豪围。城主府已经发出了最高级求援信号。万法城，陆无涯的外围据点，那里陷落，通往二弟子核心区域的路就彻底断了。以金丹期的遁速翻越这片山脉，大概1天，前提是不被巡逻的铁骑发现。我们不走宽甲了。又在突破。从金丹初期到后期，正常修士至少30-50年，他用了1个晚上。走。12个阵基，每个都有渡劫期守着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城内的防御阵法，灵纹结构严谨，层次分明。陆无涯的路子，先定框架再填细节，每一笔都有出处，绝不浪费10万年半分灵力。当年陆无涯学阵法的时候，最烦省略步骤，说差一笔都是差。问题不在城内，问题在外面这个罩子。暗红灵纹从外部全方位压制，让城内阵法只能发挥3-4成效能。但这套灵纹体系有个毛病，追求覆盖面，牺牲了节点之间的连接强度。12个阵基是串联的，互相依赖。城东连接线最长，灵纹在转角处最薄，结构上的天然弱点没法避免。如果这个阵基和相邻的同时失效，整个大阵连锁崩溃。第一块骨牌，你在这里等我。拦不住，也没必要拦。金丹后期放在这个战场上什么都不是，任何一个归墟修士随手一拍就能把我碾碎。但普通修士隐匿靠减法，收敛灵力，降低存在感。我用加法让自己和环境同频，一滴水掉进河里，谁都找不到。共振干扰纹原理不复杂，产生一个与暗红灵纹频率相克的震荡波，精准打断城东阵基与南北两侧的连接，用一个音差的震动碎一只杯子，频率对了，不需要多大的力。
一个金丹期的蝼蚁，怎么摸到这里来的？万法学宫最底层的功法编码，陆无涯教弟子时用的通用暗号，外人截获了也看不懂，因为这套编码的源头只有一个人。这个编码只有陆院长的至亲之人才会用，源头是那个人的手法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有意思，他来了。谁？告诉上面，那个人提前到了。你用的暗号，只有陆院长的至亲之人才会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他师父。您说，陆院长的师父那是？请阁下随我入城。那属下退什么？从您变成了阁下，从弯腰变成了3步开外。一个天仙期修士的理智回路，只需要几个呼吸。说吧。不是请讲，也不是请师祖开示，就一个干巴巴的说吧。万发学宫建功至今，声称自己是凌渊师祖的，一共来了17个，归墟组织派来的卧底就占了9个。最近一次在30年前，那人修为高达合体期，连陆院长亲笔写的3道考题都答对了，差点骗过总部。你只有金丹后期，金丹期就敢冒充10万年大能，是嫌命长了。他没说出口，但意思到了。9天玄元宫第7层核心运转方式，请指出其中关隘。你这个图是错的。第3层之后，经脉走向应该先升后降，以柔克刚。你画的是同步并行，这里还有这里。无涯当年跟我学的时候，在第3层卡了整整3年，就因为总想走并行路线省事。我纠正了他7次，他才改过来。那道错误是故意设的陷阱，背标准答案的冒太货只会说没问题。你们现在又传歪了。他说的版本法理上完全自洽，比我们现行的更精妙。继续，第2题。2层陷阱，第1层是明面上的错误，引人纠正。纠正之后的版本，这里还藏了一个。最后一道，这是陆正院长亲手留下的验证印。陆院长说过，这道灵文只会对一个人产生响应，如果你是那个人，它会亮。数万年，乌鸦在刻这道印的时候，是信师父一定会来，还是留一个永远不会得到回应的念想？师父，您终于来了，弟子不孝，等您等了好久。恭迎师祖。陆院长交代过，不管师祖何时到来，以何种面目出现，只要验证印响应，就是真的。我们等这一天，等了太久了。等了好久，到底有多久？我转世重修的这些年，无涯在学宫里撑了多少年？起来！消息封死，我现在的修为境界，归墟如果知道这件事，你们我也会死。今天密室里发生的一切，不出这道门。诺。小心。这些东西够武装一个中型门派，现在全砸在我一个人身上。10万年积累的法则感悟从未消失，一直在灵魂深处沉睡。现在只差一把火。金丹中期，同时掌握9种法则，理论体系里属于不可能，但10万年够做很多不可能的事。色元婴，活了8
8000多年，见过无数元婴，从没有哪个是酒色的。师祖，坏消息，秘密渠道联络学宫总部失败，通讯断了3天。归墟不止在打万法城，总部那边陆院长可能已经被围困了。金灵鸟，谁家的？四弟子江北辰，墨迹是新的，但那暗红色是血。师祖，信上写了，金鳞鸟能回传吗？能，写好塞进去，它自己飞回。北辰做事从来留后手，表面那行字是给可能截获的人看的，真正的情报在夹层。北域铁骑3万精锐，星夜赶来，5日可达万法城。吾派人追查，疑似，不敢妄言。果然，当时关卡那人多看了我2眼，就觉得不对。北辰的情报网遍布各地，关卡上有任何异常，隔天就能送到他面前。只有一个，不敢妄言。天底下能让江北辰不敢妄言的猜测，万古禁地，绝死之域。近半年，多名归墟成员被目击从归墟渊方向出现，组织内部称其首领为先生。先生当年在下界收徒，6个弟子就是这么叫我的，不叫师傅，不叫老师，叫先生。大弟子叛了，关门弟子顾长安下落不明，归墟渊的先生，这3条线如果连在一起，没有证据的推测只会扰乱判断。于西，这股气息太熟了。不可能，城防大阵没有自动放油的功能，除非底层权限里预设了凌驾一切的识别码。大黄，停！先缩！呸！别舔了！主人，大黄想死你了！缩小，先缩小！你压死我了！主人，你终于来了！升仙台上没接到你，大黄急坏了，到处找。五弟子沈云和说你可能在东荒，大黄跑遍了3个荒州都没找着。松手！不松！大黄，好吧。师兄，妖皇刚才是不是叫那个金丹修斯主人？你听错了，那你当没听到？没有，他确实叫了。仙界妖皇在师祖面前跟不对，他本来就是条狗。师祖，这位是看门的。对，大黄是主人的看门狗，以前看门，以后也看门。师祖的看门狗是妖皇，能不能给个缓冲时间？主人，大黄有正事，这是大黄本命妖丹分出来的精华，修炼了9万年攒下来的，就这一份，够主人至少恢复到化神。收回去。主人，我说收回去。可是主人现在才金丹，元婴了。啊，那也不够。主人以前可是……够了，你跑遍3个荒域找我，带来的消息比这颗丹值钱。说正事，苏青衣的情况你知道多少？二师兄在率天剑宗精锐赶往学宫总部，三师姐楚瑶在方调配丹药，五弟子沈星勇在星辰殿推演归墟动向，但二师兄在半路被劫了，困在天渊谷。劫他的人是谁？大师兄。主人身上的气息变了，不是愤怒，不是悲伤，是杀意。叛了的大师兄截住了二师兄，而他说要亲自去。主人现在元婴期，去天渊谷就是送死，能不能先把修为提上去？你说的对，主人竟然听话了。但不用你的本命精回，你在外面守着，谁都不许进来。那个妖皇殿下，城防东段的灵纹阵链需要临主人在闭关，但是3天，从元婴中期到元婴巅峰，老夫活了8000年，见过天才，没见过这种的。3天就大惊小怪，主人当年在下界武道，一坐就是3000年。灵力，质地变了，元婴巅峰已经在碰化神的门槛。主人，
妖皇殿下，江帅让我转达，铁骑主力明日到达。江帅本人因北域遭到归墟组织骚扰，暂时无法亲至。但他说，如果师父真的在这里，请师父放心，北域铁骑上天入地，在所不辞。师父，北域铁骑统帅江北辰，先帝境，管他叫师父。情报带了吗？围困7天，多名仙王级战力，物资告急，外援进不去。苏青衣被拦在30天外，僵持3天3夜。我现在出发。主人，你疯了！主人，你化神都不到，那边归墟至少有仙王级别的，你去了。解围从来不是我的强项，你应该知道。主人说走就跟着，这辈子、上辈子、上上辈子都这样。接下来太危险了，你留在万法城。还给您，他该回到主人手里了。师父，灵纹为什么要这样排列？因为这样排列最稳固。主人好歹把化人突破了再上战场。不是灵力不够，是身体撑不住。凡人之躯，1个月拔到这个高度，经脉已经接近极限。暗红灵纹大阵跟万法城那个同源规模更大，层次更复杂，但底层逻辑一样。底层逻辑一样，就能再拆一次。不是从外面打破的，从里面有内鬼。乌鸦。乌鸦，师父来晚了。是。那是妖皇，情报不是说销声匿迹了吗？先把这个吃了。7万年，梦了无数次，每次醒来枕头都是湿的。师父，您修为只有化神期，飞升之后修为尽失。那些该死的天道法则，弟子要是早知道，晚一点再叙旧。先告诉我万法学宫内部的叛徒布局，还有归墟大阵所有阵基位置。叛徒至少3人，执事堂长老赵鹤年，外门护法孙旭明，还有一个潜伏在阵法核心区的内应，身份未确认，但他能接触到山门阵法的第19到第24号灵纹节点。大战阵基我确认了7个，东南西北各一个明阵基，地下3个暗阵基，位置分别在。到底是我带出来的弟子。乌鸦，我需要你做一件事，回到山门内部，集中所有还在抵抗的人，1刻钟后全力激活主阵法的第36号灵纹节点。第36号，那是我自己设计的冗余节点，不承担任何防御功能，只是为了结构稳定才保留的。激活它有什么用？你的阵法是在我教你的基础上创的。第36号节点的灵纹结构表面是冗余的，但底层排列方式，你用的是我当年教你的浮光13式第9式变式。这个变式有一个你没发现的特性，它可以被改造成信号发射器，输出特定频率的干扰波动，足以覆盖整个暗红灵纹大阵。我自己设计的阵法，49个节点每一个我闭着眼都能画出来，但第36号还能这么用？师父甚至没亲眼看过完整图谱，只是听我口头描述了结构，3息之内就推出了这个方案。修为可以被剥夺，境界可以被打回原形，但刻在骨头里的东西，天道也拿不走。蹲在满目疮痍的焦土上，用碎片拼阵法。这不是阵法啊，这是艺术品。一声闷响炸开，不是物理上的声音，
是暗红灵纹大阵崩溃时灵力反噬产生的震荡。不是乌合之众，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在执行预设好的撤退方案。弟子万法学宫院长陆无涯恭迎师父。师父，退得太干净了，连一个落单的都没留下。不是临时起意，是预设好的方案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按既定路线全身而退。乌鸦，归墟的幕后之人，你们有没有查到任何蛛丝马迹？师父，我们查到了一个很早期的线索。说，归墟院最初的建立者留下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是：先生负我，我便为先生建一个更好的世界。10万年前，只有一个人这样叫我，先生，不叫师父，不叫师尊，叫先生。那个总是笑着的少年，先生负我。先生，这一页我看了7遍，还是没懂。先生，大师兄说你明天要闭关，那我后天的问题找谁问？先生，先说说你们的事，从飞升那天讲。大师兄飞升最早落在北域边荒，从散修起步，3万年打下北域铁骑的基业。我被万部学宫收留，一步步做到院长。大师兄独来独往，一柄剑杀出了万古剑尊的名号。师父，我们飞升后最初几百年一直在找您，按正常规律，您的修为应该比我们更早触及飞升门槛，我们等了很久。后来意识到您可能遇到了变故，我们联合寻找过，沈师弟甚至耗了2000年寿命去推演，没有任何结果。师父，您呢？这10万年没什么好说的，天道锁了我的飞升路，修为被压在原地，下界灵气越来越薄，妖兽都快绝种了。10万年，一句话，翻过去了。最难的时候，灵气枯到连草都长不出来，整座山死了一样安静。主人坐在院子里那把破藤椅上，一坐就是几10年，谁也不见，一个字也不说。但这些事我不会讲，讲出来师父会不高兴。顾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从头说。他是师父收的最后一个弟子，天赋在我们6个里排第1，悟性也是最强的。一篇功法别人读10遍，他读2遍就能找到核心脉络。但他来得晚，拜师的时候，大师兄已经在准备升，师父在冲击渡劫期，没有太多时间亲自带他。6册手抄本，每一篇都批注的详尽，我把毕生所学掰碎了揉进去，我以为够了。他有一个心结，觉得自己来得太晚，师父没有真正教过他。他对师父的执念极深，越崇拜越痛苦。飞升后最初几百年，长安还算正常，跟我们有来往，但他修炼的路子越来越偏。他的基础功法是自学师父笔记的，理解有偏差，法则运用走了激进的路线。我找他谈过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二师兄，你用的是师父手把手教我的东西，我用的是自己从笔记里悟出来的，这不一样。”他还说：“我不想靠师兄的帮助，我要自己走出来。”1000年后他失踪了，这是他留给我的。二师兄，我要去找一条新路，那条路可能跟师父教我们的不一样，甚至可能背道而驰，但我必须走。不是因为我恨师父，恰恰相反，我太想成为让师父骄傲的弟子了。走你们的老路，我永远只能排在最后。我要走一条全新的路，等师父来仙界的那一天，我要站在比所有人都高的地方迎接他。我们找了他的很久，沈师弟耗尽推演之术，穷尽一切手段，都算不到他的方位。直到3年前归墟组织浮出水面，他们流出的功法残篇里，那套体系脱胎于师父的教导，但被扭曲了，变成一种极端追求力量的方式，以牺牲法则完整性换取短期爆发力。暗红灵纹就是这种扭曲功法的产物。长安走的那条路，还有回头的可能吗？沈星河，暗红灵纹长期使用会改变修士根基，侵蚀心性，超过一定年限不可逆。但长安入邪道不过1万年，以他的天赋根骨，应该还有救。条件是需要有人用最纯的法则之力去矫正他的根基。
这个人对法则的理解必须远超长安本身。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好好教他，是我让他觉得自己被丢在了后面，我去把他拉回来。赤衣留守学宫，坐镇防御，乌鸦随行。北辰的铁骑封锁归墟组织外围退路，楚瑶备丹药，沈星空推演归墟渊内部结构。遵命。不用问，主人去哪儿我去哪儿。10万年都过来了，出发之前给我3天闭关。渡劫期3天，从化神化入渡劫。先生，您终于来了，我等了1万年。这是下界，10万年前师傅的那个小院，一模一样。篱笆墙上缺的那根竹条，槐树枝杈的角度分毫不差。我10万年前埋的骨头的味道，师傅知道，但从来没挖出来过。这个味道也被复刻了。先生，你终于来了。忽强忽弱，每一次波动都伴随皮下灵纹的闪烁。法则根基千疮百孔，修为是靠扭曲法则硬堆上来的，代价每时每刻的法则反噬。吃饭的时候在疼，睡觉的时候在疼，说话的时候也在疼，呼吸的时候也在疼。长安年，这些年你一直很疼吧？不疼。弟子走的路虽然不同，但弟子做到了。弟子的修为比所有师兄师姐都高，弟子没有给先生丢脸。我从来没觉得你给我丢脸。先生负我这句话，你刻在了归墟渊门口，告诉我到底哪里负了你？您问我？您教大师兄剑道，亲手为他锻造了第1把剑，在炉前站了7天7夜，气血耗尽，出关的时候脸白的吓人。但您笑着把那把剑递给他，您教2师兄学问，跟他彻夜长谈，辩论法理，辩到天亮。他跟您吵得面红耳赤，您不但不生气，还说好，这一局算你赢。您教3师姐丹道，牵着他的手去认灵草，一株一株教他闻，教他辨，蹲在泥地上陪他蹲了1整个下午。您教4教术兵法，在沙盘前推演了3天3夜。您教5教术星辰术，陪他在山顶观星观了1个月。轮到我的时候呢，您把1摞笔记扔给我，说了一句自己看，然后就闭关了。10年，我在那间屋子里等了您10年，笔记翻了几百遍。第37页开始有一段心法我看不懂，我在门外求见过4次，每次都被守关的法阵挡回来。10年后您出关了，出关第一件事宣布要冲击渡劫期，您根本没有看我一眼。自己看，有不懂的记下来，等我出关再说。他什么都学得快，扔一本书给他就够了。不够的，一个12岁入门的少年，需要的不是6册手抄本，他需要师傅在他身边，哪怕只是坐在旁边，什么都不说。你说的对，是我的错。以后跟我，先生负我这4个字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便为先生建一个更好的世界。这句话是错的，你不需要为我建什么世界，你只需要好好的。你受的苦够多了，回来吧。一笔一画，一丝一缕，把他写歪的每一个字重新描正。我想帮忙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唯一的重塑灵纹，是师父。
平的方向，和沈银河的推演吻合了。长安确实被某种外力推着一步步走到了这里。那个方向有什么东西在沉睡，或者在等待。师父，把长安扶起来，回去了。师父，外围封锁时截获了一批归墟组织的传讯，我们破译了其中一条，内容只有3个字：他醒了。